眼前这个带支架的大铁狮子便是著名的沧州铁狮子，它始建于后周广顺3年，也就是公元954年。算到如今，它已经有了1072年的历史。它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年代最久远的铸铁工艺品。也正因为此，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河北省的重要文物看点。如果你周末到河北看古迹，那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件拥有1000年历史的古老文物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背后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沧州铁狮子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这儿。我是2025年5月从天津自驾过去的，自驾距离仅140公里，官方停车场位置很富裕，一辆车5块钱，铁狮子门票是20块钱。在进游客中心之前，可以先看一眼导览图，确认一下看点。检完票之后，我们越过游客中心，一路往前穿过公园区，这些都不必看，直奔铁狮子。现在这个古老的铁狮子已经是严重破损的状态，趁着它还撑得住，我们就在这里聊聊它的前世今生。相传在古代，沧州的临海地区出了一条恶龙，引发了严重的水灾。后来山东铁匠李云来决定在此处铸造神狮，以震慑恶龙。最后这大铁狮子非常神勇，果然把恶龙给打跑了。当然这只是个神话传说，中国神话里的恶龙是水灾的具象化体现。至于靠铁狮子来镇压水灾，也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，总不能真把治水这种事儿寄托在铁狮子身上。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。现在我们说点实际的，在1980年，专家给铁狮子做了金相分析，发现它的含硫量较低，证明当时的冶炼工艺很稳定。如果含硫量高的话，铸铁的性能会下降不少，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它了。能穿越千百年岁月流传下来的文物都是非常耐折腾的，但这么耐折腾的铁狮子最后还是被折腾坏了。在1956年，铁狮子已经陷进泥地里了，人们就把它挖了出来，顺便还加了个八角亭，以抵抗雨水侵蚀。但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沧州铁狮子地势低，雨季不仅有水蒸气，甚至还有积水。八角亭不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反而导致水蒸气逸散不出去，最后是连泡带熏，导致铁狮子锈蚀开裂的现象尤为严重。后来人们把铁狮子原地抬高了，避开了积水，同时在内部加了支撑的无缝钢管，但裂纹问题不仅没能解决，反而越演越烈，所以最后只能在外边也添加无缝钢管支架。虽然观感差了不少，但好歹起到了辅助承重的作用，裂纹也没有进一步加深。以上便是铁狮子过往的经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铁狮子1000多年都没事儿，但到了当代却被专家给弄坏了，人力物力财力都没少花，结果越努力越坏事儿，这个事儿也是很难评了。看完铁狮子，我们一路向后奔向博物馆区域。看完导览图后发现，博物馆并不算很大，1小时足可看完。我们先从古城沿革，也就是沧州旧城的历史开始看起来。早在西周时期，就有人在沧州这边筑城居住了。但今天的讨论重点是沧州旧城，它自己的年代则是始于秦代，终于明代。在秦代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阜阳县，在汉代这边归属渤海郡管理，郡治还在阜阳县，这个郡治可以理解为今天的省会。到了北魏时期，沧州这个名字终于诞生了，它得名于附近的沧海。当初的沧州旧城遗址也出土过北魏时期的白石菩萨头，感觉这个白石工艺和曲阳的白石雕多少有点关系。在隋代，当初的阜阳县被改名为青池县，而在唐代，沧州这边的藩镇叫做恒海镇，这是用来制衡和硕3镇的藩镇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分分钟被人打爆了。这个时代的文物中有不少的瓷器，但是用色普遍比较厚重，并没有太鲜艳的配色。后边有唐代的葡萄纹铜镜，这是唐镜的常见花纹，贴近了看就能看到整串的葡萄形浮雕。此外还有几枚开元通宝，这在平时也是不常见的。到了宋金时期，沧州仍然是驻军重地，尤其是北宋时期，那会儿沧州是宋辽边界，要么为什么总说发配沧州呢？边境是需要提高重视的，所以北宋熙宁年间，沧州城被地震损坏之后不久，就做了全面重修，让城池焕然一新。在北宋熙宁年间，因为城壕被淤泥堵住了，所以又做了一次疏浚。
沧州旧城之所以能留存千百年，靠的就是一代代人的修缮。这边的宋代文物是以瓷器为主的，其中有一件三彩花鸟纹小盘，色彩非常明快，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但博物馆里宋的文物不多，金的文物相对多一些，其中有2件红绿彩瓷仕女像是比较鲜艳的，这种配色的瓷器更让人印象深刻。在明代，沧州旧城也走向了它的终点。明天顺年间，当地官员拆了旧城，建了新城，从此沧州旧城就只剩下这片遗址了。不过我们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一些当初的建筑构件。下面说的是沧州的历史名人，这里的一组雕像讲的是公遂治渤海的往事。当时这边的人喜欢玩刀弄剑，不愿意踏实种地。公遂治理这边的时候，就让他们卖了刀剑买牛，说何为带牛而配读。我小时候做古文阅读理解时就读到过这段，到现在也没忘，因为带牛配读的画面感太强了。其他的名人中，十朝宰相冯道比较显眼，他这不是一般的十朝，而是从唐到辽跨越了5代大乱斗的十朝，简直是生存能力拉满。另外著名的纪晓岚也是沧州人，他没有冯道那么传奇，但也是家喻户晓了。现在我们穿过门洞进入下个单元，来看看这边的风物遗存。从遗址分布图可以得知，真正的大看点就只剩下一个铁狮子了。我们能在这边看到大量的金代正龙元宝，这种钱币平时是不常见的。附近的蓝色琉璃头簪也是平时不多见的。另外这边还介绍了铁钱库，这儿前后共出土过48吨铁钱，铁钱库就在展馆的对面，待会儿咱们看实物时细说。至于这边的密云寺则已经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块断开的石碑作为存在的证据，被收藏进了博物馆里。至于其余的历史遗迹则大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。下面我们进入狮子专题展。其实中国本土是不产狮子的，但架不住它传入的早，东汉时期就传进来了，所以它在古建筑、古墓中的出镜率极高，印象也是深入人心。沧州铁狮子诞生于5代后周的广顺年间，而且沧州当时不产铁，需要从邢台、磁县等地调集材料，铸造铁狮子的工艺也是用泥饭浇铸的，而且这是空心铁狮子，所以泥饭还得造出2层来。至于铁狮子的用途，那就更是众说纷纭了。其中撞四官的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我们去过很多古刹，用铁狮子的不多吧？文书座的造型也有道理，但狮子都这么大了，上边的文书得多高多大？当时的工艺能完成浇铸吗？赎罪过的说法也有道理，但5代时期没节操的人多了去了，这得造多少赎罪奇观呢？我个人更倾向于镇城池的说法，因为这种镇城奇观需要有特殊的辨识度，这恰好契合了沧州铁狮子的独特性。我们能在博物馆里看到明代及之后的铁狮子损坏记录。在明万历年间，因为有盗贼藏进铁狮子内部了，为了抓贼还给铁狮子开膛了。清康熙年间，狮子被风吹倒了，把下巴给磕掉了。之后在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铁狮子又各摔倒一次，掉了不少零件。光绪年间，铁狮子的脚趾则逐步锈蚀，博物馆还保存了一段掉下来的大铁脚趾。在新中国时期，铁狮子进了第一批国宝，也得到了保护和修缮，博物馆将其定性为保护性破坏，这是他千年以来遇到的一次较大劫难。时至如今，铁狮子已经成为了不可磨灭的沧州形象符号。沧州当地啤酒白酒的商标上有它，酒瓶子的造型里有它，影视剧的取景地里有它，沧州电视台的话筒上仍然有它。2010年，沧州又重铸了一个新的铁狮子，愿它也能流传1000年，把沧州的这份回忆流传下去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大展厅。往前走有个小展厅，讲的是沧县过往的衣食住行。沧县所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往的沧州故城。我们先从衣开始，开场展示的几件衣服，绝大多数都是带厂字巾和蜈蚣扣的结构，证明这些衣服年代不太久远，最早早不过清朝去。再往后是一排帽子，其中的虎头帽前些年关注度不高，人们觉得它土，但现在又复兴了，好像它又变潮了。后面还展示了一些鞋，其中包括千层鞋底儿，这是用好多层白布叠出来的，怪不得这个造型的多层蒸饼会被叫成鞋底子呢，因为两者实在是太接近了。
1之后是10，这边介绍了很多沧州当地的美食，其中的沧州火锅鸡我吃过几次。这种鸡是自带咸味的，煮好之后可以蘸醋吃，别有一番味道。炸老虎是先把空心面片油炸，起泡之后灌生鸡蛋，再彻底炸熟之后就可以吃了，像是个油炸版的鸡蛋灌饼。后面的冬菜是一种腌制菜，我小时候吃过，而且我确定我们家人是不会腌制冬菜的，说不定就是买的沧州冬菜。后边介绍的大菜是8大碗，我发现很多地方的大菜都是8个大碗，好像大家提前商量过一样。至于住的篇章则用了少量篇幅展现房屋的整体场景，其余的都是老钟表、老电视这样的室内摆件，这些也算是住的一环。但粮票也放这儿就说不过去了，它高低得在10篇吧。行篇就简单了，陆地上的主力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，这是当初家庭的必备大件，水上的小船也必不可少，毕竟沧州既有河又临海，没有船是不行的。后一个篇章是用，这些基本都是工农业工具，虽然不在衣食住行之列，但没有它们就没有任何的衣食住行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个小展厅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们决定到对面的铁钱库去参观。这个铁钱库中的铁钱是集中出土的，在1997年，文保部门共发掘出48吨铁钱。在出土的时候，这些铁钱已经凝成整块了，其中有唐代的铁钱，也有宋代的铁钱，其中以宋钱居多，大都是宋徽宗时期的大关通宝和郑和通宝。根据专家推测，这里是北宋时期铸铁钱或销毁铁钱的地方。在返程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其余的展厅里有很多沧州的故事，有些故事是和名人相关的，这个到哪儿都一样，名人轶事本就容易流传。有些故事则是和铁狮子相关的，这个就比较独特了。人们在记住故事的同时，也会记住这个铁狮子，并记住沧州的往事，而那次保护性破坏就更是深入人心了。有了这个前车之鉴，专家对于古迹的修缮会更加趋于保守。比如应县木塔，它都歪成什么德行了，但是谁敢动一下？动好了当然有功，万一要是动坏了，那什么后果还用说吗？所以谁都不敢冒这个险，只能等它坏到没法看的地步再去修缮。到那时候，主持修缮的人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。每一个历史中的抉择都逃不出人性的小心思，因为每一段历史都是由无数个人所写出来的。也正因为此，那些能穿越千百年留存至今的古迹才会愈发弥足珍贵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